说这一个所谓的相互准入协定的部分哦，这个澳洲跟日本签订了，当然大家有不同的分析跟看法。当然有人就说这个相较于60年代这个美日安保条约来做一个比较，他们认为这次日本跟澳洲的这个协议涵盖的面向更广不只是在有关这个军事相互的一些合作，包含一些气候变迁包含一些经济相关的议题的面向都作为扩大。那有人就是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协议的这些内容，会让大家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指标的意义老师，您怎么分析这个协议定呢？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协定它叫做互惠准入协定，它对台湾呢非常重要，对台海的格局也非常重要。但是可能大部分台湾人不了解为什么日本和澳大利亚要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至于说这个协定是历史性的，这个说法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月7号发表报道的时候这样说的。澳广1月7号的报道标题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历史性安全协定。那么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是说呢，这个协议是划时代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协议是历史性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呢没有详细的解释。我看呢有下面这样3个理由，都是从这个区域战略格局的角度来理解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协议和我们以前节目里讲过的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有关，更是与台湾有关。美国提出了防范东亚发生军事冲突的印太战略，其中主要的2个军事上的盟国呢，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那这次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协议是这2个国家主动协商订立的，而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大力推动安排的。这说明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这2个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军事盟友，前所未有的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为进一步深化和落实美国的印太战略，各自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让防范中共挑起台海冲突这个问题从外交姿态进一步推进到军事合作。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是冷战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协议呢是历史性的理由之一。在美苏冷战爆发的时候，美苏双方较量的前沿阵地在德国，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讲过。当时美国的军力呢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它同时打赢了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美国当时海军、陆军、空军都是世界最强的。而当时欧洲的国家经过2战，经济凋敝，军力疲弱，欧洲的防务呢只能靠美国。所以当时美国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团结欧洲各国，以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为主要的武装力量，来应对苏联的威胁。那个时候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是直接站在前线，那其他盟国是助阵。那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实行共产党的封闭经济制度，和西方没有什么经济来往，所以东西方阵营之间只有单纯的军事对阵问题。而在军事对阵方面呢，美国实际上是站在前头，其他盟友跟在后头就可以了，他不需要美国的盟友们彼此在商量做各自的安排。但是中美冷战就不同了，前沿阵地在台湾，而中美之间，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都和中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美国防范中共这个印太战略就不像当年在欧洲那样能够一呼百应了，因为很多亚洲国家都是首鼠两端，只要战火不落到自己头上，就不想出来明确的站队。因此虽然我们讲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共的威胁，民主国家会有共识，但是呢，要亚洲其他国家，比如像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有一点军事力量的国家站出来挺台湾反中共它会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中共呢也不断在用胡萝卜加大棒子，既威胁又利诱，想要减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公开支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只能因势利导，逐步争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支持。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协议，它不只是带头巩固美国的印太战略，为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做出示范，而且是以印太地区领头国家的身份，主动开展印太地区的协调配合工作。
比如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是有一些隔阂的，而印度尼西亚对日本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和合作，所以日本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一些中共渗透的岛国展开了合作。那么这样的情形啊，以前从来没有出现在美苏冷战时期的欧洲，因此啊，这是对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协议啊，它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个原因。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太平洋战争时期是敌对国家，那大日本帝国是侵略者，双方曾经血战在南太平洋的多个地方。那更重要的是，当年澳大利亚为了保家卫国，它一共720万人口的这个澳大利亚前后动员了将近100万人参战，伤亡人数达到10万人。而日本的皇军呢，曾经屠杀过澳大利亚战俘的，激起了澳大利亚军队的强烈的报复心，所以日本皇军战败的时候，也有日本战俘被杀。那么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呢，现在澳大利亚和日本能够携手为维持印太地区做出积极贡献，就十分难得了。他们彼此是开创出了历史关系上新的一页，所以可以说，这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协议啊，属于历史性决定的第三个理由。那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介绍说啊，澳大利亚和日本是在一场线上仪式上正式签订了一份历史性的安全协定，两国间呢正式建立起防务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还特地提到这样一段，他回忆起他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一同站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一处战争纪念碑前的时刻，说道：“那可能是我能记起来的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和日本首相站在一起，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澳洲士兵，我无法形容这种意义之重大。现在我们两个国家在几代人之后签署这样一份协议，这实在是意义非凡，令人动容。”他说的这段话就是对刚才讲的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开创历史关系新一页的感触。那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特别说明啊，澳洲总理莫里森在议会内阁厅庄严地签署了这一份互惠准入协定。那么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是通过视频链接出席的。那在议事进行前数小时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莫里斯讲啊，他说这项协定将让澳洲和日本的两国的部队在两个国家共同训练，使用对方设施，共同展开人道主义任务。然后他说，我们在各自能力和如何共同部署方面将完全协同。我并不是只是说在武装冲突的情况，我说的还包括在印太地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情况。日本在这方面非常活跃，澳大利亚也一样。那莫里森说呢，这项安全协定作为日本唯一的互惠准入协定，凸显了两国之间的互信。这份协议实际上已经酝酿多年了，最初是在前总理 Tony Abbott 任内提出来的。莫里森说啊，为了签署这一里程碑式的协定，他多年来曾经和3任日本首相一道努力。那么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叫山上信武，他说啊，鉴于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日本和澳大利亚首先能做的是增强威慑。那么以前在此这段之前呢，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美国呢已经组成了4方安全对话。另外呢，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也建立一个叫奥库斯的联盟。澳大利亚有意通过这个联盟呢购买核动力潜艇。我看到澳大利亚有一个战略政策研究所是一个智库，它有个高级分析员叫 Malcolm Davis， 他说啊，日本是认识到了坚定防御伙伴关系来威慑越来越有进攻性的中国的重要性。他说啊，日本正在挣脱2战后使用军事力量设置的宪法枷锁，因为东京认识到它面临的来自中国的挑战。那更重要的是，人们担心中国将会在接下来几年内就台湾采取行动。这个协定还允许啊，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清洁能源和关键技术上合作。那日本的共同社是这样报道这个协议的。共同社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月6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
签署了有关日本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的互惠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是规定联合训练的时候，这个派部队的相关的手续。两个人在签字以后举行了会谈，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协作，并且确认就包括美国和印度的四边机制展开合作。然后着眼于扩大军力的中国，他们两位发表了要写明加强防务合作的一个联合声明。日本共同社说呢，这是除了日美地位协定之外日本首次签署同类的协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签字仪式上强调说，这是让日本和澳大利亚安全合作迈上新台阶的划时代协定。那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个联合声明考虑到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凭借力量改变现状的尝试和施压行动，还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么最后我再介绍一下白宫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那个 Kurt Campbell， 我们以前讲过他的。他1月6号出席了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活动，然后在活动中他讲了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看到的是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措施，在南海和东海、台湾海峡采取更果断的军事行为，在中印边境强大而危险的军事行动，战狼外交，对整个欧洲更具侵略性的态度。许多事情表明，中共正在挑战这个印太安全这个运作机制。那坎贝尔指出呢，美国并没有寻求全球霸权，而在帮助中国走向繁荣发展这方面，美国已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此外呢，美国创造和支持着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美国也开放自身的市场对中国进行投资，向中国学生开放自己大学，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和中国多届领导人合作。然而，过去10年中，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力量和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些原因可能有些和习近平有关，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